豪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宵夜。真的？谢谢土豪。其实你不用特地跑一趟的，我之前经常值夜班，很有经验的，我留了一点吃的。你这么晚过来，小宝一个人没问题吗？他已经睡了。哦，是中午那家私房菜的食物吗？这么多，我这是分给别人呢，还是自己独吞呢？你专门送过来的，我一点也不想分给别人吃啊。你茶几上有一份，是送给其他人的。我拿去给值班的医护人员们分，不然太难熬了。土豪，有件事我随口问问，你别生气啊。什么事？就是新墨集团今天股市市值蒸发的事，是因为他们设计了我，让你决定在商场上让他们吃点苦头，还是你以这次的事件为借口，想教训他们一下？你想听哪个理由？虽然比较喜欢第一个理由，听起来很有霸道总裁的即视感。毕竟温馨墨他们的目的不纯，受点惩罚也应该，我也觉得大快人心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又会有些过意不去。真是因为这件事导致温家破产，我觉得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。说话。其实我比较希望是第一种，但我觉得真相会是第二种。你猜对了。能欺骗一下单纯的小姑娘不？满足一下我的幻想啊！我这么说你肯定也不信。你受伤这件事，我有2方面的考量。一是把上次有人在网上黑你的事一起算进去，对外给你一个态度，让人正视你这个贺家媳妇。2是温家人这些年做了不少对贺家、贺氏集团都不利的事，但介于温馨墨曾经救过小宝，有些事可以适当的让步，但不能一味的让步。这次得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所以这件事不会闹大？会不会闹大在于他们的应对方式，我更倾向于让他们破产。就这样轻飘飘的把一家上市公司给整破产了吗？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值班也要记得休息。谢谢土豪。贺乔燕在我面前展现了太多不会在外面展现的那一面，以至于让我常常忘了贺乔燕在商场上的手腕。如果有一天贺乔燕用那样的手段对我，那我不是瞬间就灰飞烟灭了？以后还是要多狗腿一点，把贺乔燕和小宝这2尊大佛伺候得美美哒，免得他们心情不好会拍死自己。唉，自己这小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有挑战了。看看你做的好事，把温家折腾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做这件事之前，你和二哥也同意了，现在出事了，你们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。你说你了解贺乔燕，知道贺乔燕不会在乎那个贱女人的死活，现在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这件事不怪你还能怪谁？要是因为你把我们家给毁了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指责我？为什么我的痛苦其他人都不理解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说这些都没用。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是把损失降到最低。除了申请破产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啊？申请破产也比被贺乔燕给拖垮了好啊。明天我去着手处理申请破产的手续，大哥你去做危机公关，稳定公司的人心。用不着你给我安排事情。哼！大哥，西莫，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你，你这些年受的苦，二哥都看在眼里。二哥，现在公司变成这样，我和大哥实在是束手无策了。
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能理解。二哥，谢谢你，到现在还愿意站在我这边。你是我妹妹，我当然不会怪你了。只是什么？我想是由于我们伤害了秦以月，才导致了后续事情的发生。贺佳明和林蕊对你都还不错，你去跟他们求求情，让他们劝说贺乔燕收手。二哥，你觉得事情发展成这样，贺佳明和林蕊还会听我的话吗？我现在去求情，得到的只会是他们的羞辱。难道你要眼睁？这个不能再给我任何温情的家，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你是谁？一个能解决你痛苦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痛苦？我什么都知道。是吗？不用紧张，都是家里的人，有我和小宝站在你身后，没人敢给你不痛快。过年家里除了爸妈还有哪些人？爷爷奶奶、四大姑和你的小姑子。小姑子？我妹妹。没听说你有妹妹啊。我在接手贺氏集团之前，外界也不知道贺家除了我大哥之外的人，还有我。我们又不是明星，不需要什么事都向媒体公布。玩笑太多次，让我感觉不太真实。也许奇迹总恰当合适，撩拨心思，把刀似曾相识，心动又太迟，却不知我早习惯你放肆。这样遇到生命幸运时，突然间我的名字